关注大度，也白富。What's up？ 我是大度，我手里面的这台泰坦18 Ultra AI 比它贵，没它贵，没它贵。史上最贵笔记本终于迎来了第2期。这台电脑搭载了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85HX 加 RTX 5090加64个 G 的内存，再加6TB 固态硬盘的次顶配。对，你没听错，这台机器还只是次顶配。微星还丧病心狂的推出了龙魂典藏版，就是屏幕上的这个，仅售53000块钱。那这台和龙魂典藏版，你会买谁呢？提前总结，这台机器它就是一颗核弹头。进度条我打在屏幕下方啊，性能部分放在后面。我们先讲它的外观、外设和屏幕。这台电脑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哇，非常的扎实。无论是全金属机身透露出的扎实做工，还是物理意义上的扎实，3.64千克的裸机和1.14千克的适配器，就注定了它告别了柔弱的女生。当然，这个是各位买18寸的机器之前一定要有的心理预期。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体积重量，那这台机器无论是外观的质感还是性能，都是只能用极限词才可以形容得出来了。这一套外观如果要用一只龙来形容，那非霍比特人里面的史矛革莫属了。尾部的龙鳞和龙爪的表达放在这台机器上看着就超狠，一副不好惹的感觉。好在它的 A 面设计很简洁，中间这枚小小的龙盾 logo 还带了 RGB， 让它有了刚柔并济的双重龙格。屏幕的打开角度大概是这个样子的，3面窄边框，而且没有刘海，非常好评。内部的18寸屏幕比例是16:10，很罕见的用上了1000分区的 mini LED 4K 屏，分辨率3840×2400，刷新率120赫兹，亮度也做到了1000尼特，100%的 P3 色域也支持色域切换。刚才这段参数听不懂看不懂也没关系，说人话就是用它就不准在外接屏幕了。好像也是18寸的笔记本在正常的使用距离下，就像是外接键鼠的距离使用27英寸显示器的那种视角。我用它的这段时间都很少用它去外接我后面的这块1万块钱的显示器。我活了31年了，这个显示器就是目前我用过素质最顶的显示器。是的，我才31岁。视线继续往下就是 Cherry 的机器键盘了。你没听错啊，笔记本装了机器键盘，键程达到了1.8毫米，回弹有韧性，敲击音非常扎实，不用外接键盘也能爽用。这个稿子2000多个字就是用它写的。眼尖的同学应该注意到了，这台机器好像没有触摸板，是吧？因为它的整块这个掌托区域都是覆盖了一整块的磨砂玻璃。但是当我打开键盘灯以后，触摸板就亮起来了。在开箱的时候，小脑都给我干猥琐了，这也太他妈酷炫了吧！你们感受一下这个灯光的质感有多丝滑和细腻。触摸板灯效可以联动这一块赛睿的单键 RGB 键盘，一同在赛睿机器中自定义。灯效多且精，这个旗舰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这套外设晚上听歌码字实在是太愉悦了，谢谢你了，在30不利的时候治好了我的电子阳痿。这块触摸板滑动起来就和我的肌肤一样的滑嫩，按压的质感都很顶，没有毛病，而且还支持了全域按压。不过它为了玻璃一体化的考量，就只能放在这个居中的位置。个人觉得，如果能往左边再走一点就好了。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啊，我的右手其实是容易误触这个触摸板的。那当然，如果你是玩游戏的话，外接鼠标，那直接禁用掉这个触摸板就可以了。在它的扬声器部分啊，这台泰坦18 Ultra A 还给到了丧心病狂的6个丹拿扬声器，一听一个不吱声，给你们放一下就知道了。这里有个姑娘叫小花，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眼睛，辫子粗又长。在接口部分，泰坦18 Ultra 同样拉到了满。数量和质量都是我用过最全的。对了，这2个雷电5都同样支持了 PD 3.1的充电协议。如果你也有这种140瓦的 PD 充电器，那么基本上都可以跑满这个功率。经常外出的姐妹值得考虑一个。第2个部分，性能，打开狂暴模式加独显直连，不垫高，直接开整。R23 测试它的 CPU， 这个 U9 285HX 得到了
2266的单核，以及逆天的40298的多核分，无情的碾压了我测试过的所有机器。DimeSpy 测试显卡分数25151分，这个机器是我用的第一台5090的笔记本，所以碾压之前用的5080和4090就是顺手的事儿。各位狠人可以拉满风扇再小超一下，可以跑到25439分。不过这一代的显卡超频收益，大家懂的都懂啊！哎呀，我的脚好痒！哎呀！我跑了自己最常玩的3个3A 大作，全部都可以4K 高画质60帧以上畅玩，这个就是人民币带来的从容。地平线5更是直接跑满了这块屏幕的120赫兹。黑神话和2077在开了 DLSS 4以后，帧率直接就溢出了。我觉得可以相应的增加特效或者光追来稳回到120帧，得到更好的视觉表现。CS2 和英雄联盟也是全部爆表啊！这也是我唯一觉得需要外接240或者360刷新率显示器的工况了。对了，所有的测试我都是在它的这块16:10的4K 屏幕上面去跑的。如果用这块16:9的屏幕跑，理论上来说还可以再高11%的帧数。聊一下生产力啊，就是剪辑我现在正在拍摄的这种4K 60帧10比特422的 H.265视频，对它来说只是一个开胃小菜。如果你看片速度够快，你甚至可以在 P2.8 倍速全分辨率去预览素材都不卡。这个 CPU 显卡以及64G 内存，以我的工作流是榨不干了。导出一个5分30秒的视频，只用了116秒，毫不意外的刷新了游戏本视频导出的记录。Lightroom 修图就更不用说了，应对我2400万像素的 RAW 格式图片，完全是杀鸡用牛刀。CPU 和内存从来没有吃力过，我觉得就算修 H.2.5 那种6000万像素的照片，估计也是小意思吧。用同一个调色参数导出104张全尺寸的2400万像素的 JPG， 耗时89秒。Lightroom 的导出性能侧重一直都比较迷啊，对比其他机器的成绩仅供参考。第3个部分讲一下散热和扩展。这台机器是用了大面积的均热板以及相变硅脂的，所以说不用担心使用久了什么液晶侧漏啊导致散热出问题的这些情况啊。单烤 FPU 10分钟后 CPU 稳定在165瓦，单烤 GPU 10分钟稳定在175瓦，温度也只有70度，明显还有散热余量。双烤10分钟后 CPU 96瓦 GPU 176瓦，没记错的话它就是我用过的所有机器里面散热表现最强的。这个可是风冷加相变硅脂跑到的成绩，哈哈，牛逼了！烤机10分钟后最高温度在 P 键附近有56.5度左右， WASD 在42度左右。如果你只是玩游戏的话，最高温度就只有52度了， WASD 就更凉快了。人耳位置的噪音只有48分贝，拉满风扇会来到53分贝，这个就看你自己选择了。扩展性上，这台机器原厂给了2条32G 的 DDR5 内存，跑分如图。这台机器要比上一台的泰坦的18 Ultra 少了2条内存插槽，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啊，它的内存频率可以跑得更快，而且64G，我觉得已经足够富裕了，应对99.9%的生产力啊的这些场景都是够用了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而且18寸的机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硬盘位跟不要钱似的，它足足有4条 M2 的插槽，已经赶上了很多 MATX 的台式机了。原厂给了2条2T 的4.0固态和1条2T 的5.0固态，而且组了微星的 Super Red 5，实测读速飙到了惊人的15294兆每秒，已经比 PCIe 5.0的顶级盘还快一截了。而且这条带了热管散热片的硬盘位也支持 PCIe 5.0的速率，而且有了自带散热，也不怕高温掉速。其他什么 WiFi 7网卡、99.9瓦时的电池都是直接拉到顶了，到手直接用就行。最后总结一下，这台电脑就是微星纯用来秀肌肉的产品，能拉满的配置毫不吝啬，不给副歌任何折腾的余地。他甚至还送了一个这个炫酷黑的阿龙小挂件，然后还送了一个256G 的 C 口和 A 口双口子的高速 U 盘，还送了一个无线鼠标。Damn bro， 到手就是顶级，它各个维度的体验都是毋庸置疑的强，售后也非常的霸道。当然啊，它国补后4万多的价格也注定是少数人的玩具，副歌只用考虑重量接不接受就可以了。而穷哥们瞅了瞅余额，好像也只能给大组的视频点赞3连了。我对这种顶级机器一直都是又爱又恨的，爱的就是我可以和这种顶级技术和顶级配置的机器一起度过一段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光，而恨的就是春宵过后陷入无尽的闲者时间，大大减少了我对普通机械的兴趣。算了，伪不伪就不说了，先拍再说。
如果你看得爽的话，记得点赞3连。如果你想看更多好玩、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都夜报服务。OK，peace。